新加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木，是中国大陆四川大学的教授。我的专业呢是美术史研究，尤其是20世纪美术史的研究。我在国内也担任了不少的职务，比如说一个官修美术史20世纪卷，我担任分卷的主编，而且是担任整个20世纪中国画的撰写。另外，我是文化部的齐白石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国家画院的美术院研究员，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的委员。我在这儿讲刘国松呢，是因为我对刘国松研究了几十年对他比较了解。我曾经写过一本刘国松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刘国松先生认为写的也很贴切，我自己呢也比较满意。所以当刘国松先生90岁寿辰的时候呢，我非常愿意以此作为对他90寿辰的一个祝贺。就正值新加坡美术馆在做刘国松的一个大型的展览，我能在这里有机会给大家介绍刘国松在中国大陆的情况，他的成就，他的影响，非常的荣幸谢谢大家。现在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刘国松在大陆，刘国松水墨艺术革命在中国大陆的影响的一个演讲。20世纪的中国是个革命的、创新的中国，在整个20世纪100年的时间里边，社会要革命，文化要革命，美术要革命，中国画当然也要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画革命的创新的思潮中，刘国松是个不可能避开的重要的人物。在台湾是如此，在大陆也是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要在20世纪的中国画坛找出一个美术革命和美术创新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而且没有之一，那么这个代表无疑就是刘国松，而且只能是刘国松。第一个问题呢，我们介绍刘国松是怎么进入中国大陆的。刘国松在台湾中国画界本身就是个革命性的人物，他要革中锋的命，革毛笔的命，当然就把中国画整个图式全部改观。这个过程呢，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刘国松都是在台湾从事他的中国画革命当然他在世界上那时候也已经开始产生影响。然而中国画的大本营本来在中国大陆，无数的中国画家也都在大陆。刘国松在台湾从事他的中国画变革，大陆中国画界一无所知。因为刘国松在台湾从事他的中国画革命最主要的时候就是60、70年代，而那个时候大陆一直处于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后的长期混乱且对外全方位封闭的时期。如果刘国松的中国画变革仅仅限于台湾一举，那刘国松的变革影响将极为有限。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国松能够突破海峡两岸的封锁，进入大陆。所以人的一生来讲，命运有时候非常偶然，没有这个偶然，也就没有他后面的一切。我们先看看刘国松在台湾时期的一些情况这是他的一些早期的照片。他当时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艺术系，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导师是朱德群，就是后边在斗笠的这个。1961年，刘国松的这种画作，
它是用油画画的，它不是水墨的啊，用油画来模仿水墨的效果啊，这也是这个阶段。后来刘格松认为，既然用油画来模仿水墨的效果，不如直接画水墨画。他后来才开始转过来啊，这是他跟他的一群同学他的同志这个张龙岩老师呢，是那个当时是著名的那个书法家这是刘国松他在五月画会他们的参展作品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的时候呢，刘国松开始那个被1964年他参加五月画展，1985年在五月画会成立30周年之后呢，巴黎的那个五月画会，五月沙龙真的就向刘格松发出了邀请。1986年的时候，他又受邀参加法国的五月沙龙展，成为第一个以水墨画家的身份邀请参加展出的华裔画家。所以这点来讲，实现了刘格松的一个心愿这是刘格松的一幅很著名的作品因为这幅作品打动了堪萨斯大学李柱进教授，所以他的整个人生的命运都得到了一个转折性的改观这是他在画室。刘格松后来在国际上就比较活跃了。这是刘格松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邀请，参加2年的环球旅行奖，这个当然也是李柱进推荐的。那是他开阔了眼界，在整个世界进行环球的旅游，参观了无数的博物馆，开拓了眼界。这是于君直老师这是在他与刘格松与一个国学大师徐福观进行辩论的时候，那时候他才29岁，当时把徐福观辩论得哑口无言。而于君直老师呢，也参加了他的这个学生对徐福观的那场辩论这场辩论呢，当然是以20来岁的刘格松大获全胜而结束的所以那个刘格松不仅是有绘画的才能，他还有思辨的头脑这是刘格松夫妇，这是五月画会，他和他的同志们。刘格松在国际上很活跃那70年在德国科隆的展览。那个刘格松的画呢，你看他这是用泡桐刷子画的，他不是毛笔画的。刘格松当过兵，他用当兵时候刷泡桐的那个刷子来作画，所以龙飞凤舞气势磅礴另外他这个纸呢我们下边还可以看到他所谓的国松纸是用一种湿纸巾的办法来造成一种肌理感。这幅画在刘格松的一生中有重要的作用，这是他第一幅被博物馆收藏的作品。这是1963年的作品这呢左边一幅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藏品右边这一幅呢寒山学记，就是被李柱进收藏，现在又被捐献给了哈佛大学博物馆的一幅，这是给刘格松一生带来转折性命运的一幅关键作品右边这一幅。
这就是李柱敬堪萨斯大学的那个美术史教授这个苏利文呢，是整个西方研究中国20世纪美术的奠基人。现在西方各大学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教材都是苏利文教授他编写的所以苏利文教授对刘国松的认可，这是刘国松走向国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刘国松在1971年到1992年受李柱敬教授的推荐，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了艺术系的主任带动了整个香港的现代水墨的运动这是相当于他从台湾到大陆中间的一个过渡这里边有几个重要人物余光中，台湾著名的诗人这中间那个是林海音，林海音就是那个写《城南旧事》的那个作者，《城南旧事》后来被大陆改编为电影，在中国大陆产生了重要影响。1977年，刘国松与著名诗人余光中和周恩来传作者许介瑜合影于香港。这中间这个呢，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文化学者他在清华大学读过文学士，斯坦福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后来又是那个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一生著述很多向国际介绍中国文学为他的执事他很著名的《周恩来传》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那个刘国松到中国大陆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事情因为在1979年到81年的时候刘国松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担任主任，他休假的时候去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在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叶华林主持的国际写作中心，那儿来了著名作家大陆的王蒙，王蒙后来是担任文化部部长的一个人，还诗人艾青也是一个重要的那个文学家，又是一个革命家。而艾青呢，他本身原来是学美术的，他是那个林风眠担任校长的杭州艺专的学生。所以当这几个人凑到一块儿的时候呢，刘国松的那种革命和创新的主张让艾青很兴奋。他回国以后呢，就把这种把那个跟刘国松的那种见面和刘国松的主张介绍给了当时中国美协的主席江峰。江峰喜欢刘国松对中国画的这种大刀阔斧的变革。江峰这人呢很有意思，他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个革命家，又是中国美协的主要负责人。就因为他在50年代的时候，他彻底把中国画给否定了。50年代初到1957年，中国的美术学院里边是没有中国画系的，这都是由于江峰的原因。所以他看到刘国松这种没有传统中国画的意味，但是又具有中国传统的审美的这种格调和内涵的这种艺术探索呢，他也非常兴奋。所以江峰就推荐刘国松到大陆来参加活动。1981年，就是北京中国画研究院落成的时候，开展庆祝活动，由江峰推荐，就邀请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系主任刘国松去北京参加活动。当时刘国松还不敢去，想方设法的推，后来因为始终推不掉，后来还是去了。但是去了以后呢，他不敢打出自己的名字来
就跟那个主办者商定，以台湾艺术家的身份出席活动，从头至尾不敢说刘国松几个字。而这个活动呢，规格极高，中国美术界的头面人物几乎悉数出场，如刘海粟、江峰、李可染、吴卓仁，那是油画里边的泰斗吴卓仁，卢延绍、陈思法、叶浅玉、张丁、黄胄，还有海外的杨善生。因为台湾当年还在戒严期，台湾与大陆完全隔绝，所以刘国松就以台湾美术家的称呼闪烁其词的在北京活动。尽管如此，刘国松第一次北京的中国画界的活动，就让大陆中国美术界最著名的画家认识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位来自台湾的青年艺术家。这就是江峰。你看他是搞木刻的，这是一个非常革命的，一个来自延安的一个艺术家。你看他背景全是革命和斗争，乃至战争，所以对具有反叛精神的刘国松，他打心里喜欢。这里边熟悉中国画界的人都知道，这都是一些不得了的人。这是岭南派的李雄才。这是卢延绍，这个呢是黄胄，中间这个是李可染，那是中国画界的泰斗，边上这个是刘文熙，曾经当过延安市市长，所以这都是中国美术界的头面人物。你看，那是李可染，这亚明是南京的，非常著名的画家。你看这个是吴卓仁，吴卓仁是中国油画界的头号人物，李可染中国画界的头号人物，而且都挨着那个李可染做，所以对那个刘国松来讲特殊的礼遇。这是成立大会的情况。好，他刘国松不仅被邀请参加了这个重大的那个活动而且江峰就是当时的中国美协主席，还亲自撰写刘国松展的前言。那当然，先邀请他参加中国的大陆的那个展览，那是在中国美术馆而且亲自给他写前言。你想，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主席亲自给刘国松写前言，这个规格已经是至高无上了。张峰这样写道：刘先生在艺术上别具姿眼，有胆有识，不甘于墨守成规。他孜孜不倦地精心研究传统，并从中理解另辟蹊径的必要性。他的笔法多样，风格别致，清新隽永，迥异时流，独树一帜。这从中国美协主席的口中说出这种话来，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可惜刘国松的这次展览呢，展览的时候是1983年2月，江峰就是带来那个刘国松在大陆影响的这个关键人物，居然在展览开幕3个月前去世了。大陆美术界的一流人物呢，都参加了。你看吴卓仁、李可染、华君武、刘开曲、叶浅予、蔡若红、张丁、黄胄、黄永玉黄永玉就差点100岁，前2个月才去世这是一个传奇色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还有吴冠中20世纪最后20年最具影响的一个美术家吴冠中都到场。到场者还有刘国松的朋友艾青就是在那时候在美国的那次活动里边他们认识的一个画家的展览聚集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几乎所有领导和在北京最重要的美术家，这在当年画家办展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美术界上层领导那里，固然有面向台湾的政治上的需要，这一点当然也不可否认。然而，刘国松那种独一无二的变革传统中国化的革命精神，在20世纪这个以革命和创新为核心的世界里，应该是吸引包括江峰在内的中国美术界核心人物的最重要的因素。下边我们谈谈刘国松旋风。你看这个词就有些不得了。在今天的中国，说谁的展览可能引起轰动，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基本上不太可能了。但80年代初的刘国松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引起的确不仅是轰动，而且是全国性的轰动。北京展览引起的轰动传递到全国各地，刘国松接到了全国各地展览的邀请。你看看，北京展览之后，东北的余志学向他发出了邀请，武汉的周少华也发出了邀请。这以后，广东画院因为心愿落成，想请刘国松去助兴。刘国松这人生性极为随和，对谁都非常好，所以谁来邀请他也答应。况且又刚刚到大陆来，对刘国松来讲也一切都新鲜，所以刘国松的展览于是从南到北依次展出。大家看看，3月南京，3月下旬广州，4月湖北武汉，5月黑龙江哈尔滨，7月美国展出后，第2年1月上海美术馆。这之后，刘国松回大陆办展就越来越经常。此后一些年，刘国松陆陆续续的在国内各地办展，几乎走遍了全国。例如1984年2月是济南，3月烟台，4月湖州，6月杭州，86年是重庆，8月是西安，9月兰州，乌鲁木齐、长沙、太原，整个中国他都走遍了唯一没有去的西藏，他后来要去刘国松几年时间里走遍了大江走遍了大陆东南西北近20个主要城市举办个展。我们看看，你看，这是李可染给他写的提签，这是各地办展的那个情况这是在中国美术馆就是他第一次那个重要的展览，与艾青、李可染他们的那个合影。83年这是跟吴冠中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这是在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掀起大浪潮的一个人跟刘国松引为同志你看提问，你看微卓这是刘国松。刘国松这种被群众围着那个水泄不通，连走路都不可能的情况，你可以想见当年的盛况。这个在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画家有这种盛况。好，然后到江苏的办展，在刘海粟大师也是活了将近100岁这中间是刘海粟专门给那个刘国松做的诗，题的字所以刘国松在大陆引起的轰动或受到的欢迎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是在南京展出的情况。南京是中国画的一个重镇，包括傅抱石这些人就是在那儿的后边我们看到的这个是钱松岩，这个是傅抱石的那个同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画家。亚明、刘国松、陈大宇后边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你看在黑龙江哈尔滨办展的情况这是在那个哈尔滨接受采访这个人是余志学，
冰学画派的创始人，在中国画界里边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性的一个重要人物啊，俞志学啊，这是他在哈尔滨跟俞志学啊在一起啊。你看黑龙江的省领导来参观的情况，这个穿中山服的这些人啊，都是一些领导啊，这当时是属于官员们穿的一种衣服啊。刘国松啊，这是山东美术馆啊，山东美术馆啊，于西林啊，这些都是属于山东老画家啊。这个山东省美术馆，这是在上海美术馆。上海美术馆里边有个朱启瞻，就中间这个人，这个人后来活了104岁啊，这是中国画家里边活得最长的人之一啊。旁边还有陈思法啊，陈思法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啊，不仅是在上海，都是在全国著名的画家啊。这个朱启瞻，你看又微的水泄不通。刘国松有极为迷人的魅力，走到什么地方都被围得水泄不通，回答各种各样年轻人所感兴趣的问题。这种情况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每个地方是。所以刘国松在中国大陆那种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种盛况，确实是是仅见的，在中国画史上是仅见的。你看，这是在湖南，在湖南啊，他做讲座的情况啊。湖北啊，这个人啊，周少华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当时是湖北文化界的最高领导，自己又是画家，所以跟刘国松啊引为同志。他主动给刘国松写了一本书啊。刘国松的艺术构成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少华啊，这是在福州的展览，这是在杭州的展览，这是在潍坊的展览，山东的，这是在太原的展览，山西，这是又是在上海艺术宫啊，这次展览我也去了的。所以刘国松在那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展览影响是极大的。他影响大还不仅是办展览，刘国松对中国画的探索不仅仅是个人的探索，他有一种一般画家很难具备的使命感，一种传教士般的神圣使命感。刘国松自称，每到一个地方办展，基于推广现代艺术思想、宣导中国画的革命运动，他把他自己是当成一个革命家的。他必然要求对方让他做3个学术演讲，这种情况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后也不会有。一个是20世纪西洋绘画的发展，一个是台湾现代绘画的发展，还有就是他的水墨画的新技法。在许多地方演讲之余，刘国松还亲手示范他的各种各样水墨画的新技法，引发年轻艺术家们狂热的学习风潮。说到这儿呢，我还要插一句，就是作为画家来讲，一般他有自己的一些绝招，他不太愿意介绍给人的，他是独门绝招。但是刘国松不一样，刘国松辛辛苦苦几十年试验的100多种新技法，他不愿意保密，他愿意教授所有的人。所以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人要问他，你这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个又是怎么做出来，刘国松毫无保留。这个在全国的画家里边独一无二。中国很多画家呀，他自己作画的时候都不让人看的，他独门绝招他是不让人看的。所以刘国松这点是他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他这个品质原因就是他要具备一种
推广现代艺术的使命感啊。他说，大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画家之多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是我宣扬中国画现代化最多对象的地方，也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我觉得在北京的展出比较有意思，也符合我鼓吹和倡导中国画现代化的理想地方，更具有历史意义。所以他不仅要办3个讲座，而且要做很多技法的演示。你看，这是他在黑龙江去做讲座的情况啊。这是他在四川美术学院我原来也是那个学院的四川美术学院聘刘国松先生为客座教授他在那儿不仅讲课，他要亲自讲课而且还要亲自演示做了很多讲座这是刘国松到西藏大学邀请前往讲学所以他把中国最边上的一个地方乌鲁木齐走了然后拉萨也走了从南到北，从四周到中间中国任何一个角落他都走了。所以而且到处宣讲他的中国现代化的理想和实现的途径，所以他是一个标准的艺术革命家。你看，他还要亲自演示他怎么作画的过程，他的工具，他使用了什么工具。你看，固然有些中国画传统的毛笔，但是更多的是刷子。你看他拓印的那些场面，水托法的那个工具，你看一个大池子，它的上面滴上各种颜色水墨，然后把纸覆盖在上边吸收然后成它的所谓水托法这是用他的那个国松纸在创作的情况。这种国松纸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这种纸。他有一次在家里是灯笼打翻了吗？怎么的？那个糊灯笼的那个纸，他看上了，他觉得那个里边的纸巾有很多那个很粗糙的纸巾，画家是从来不会想到这么粗糙的东西的。他觉得把那个纸巾一撕，就可以撕出很多那个白色的肌理。你看最下边这个是白色的一些肌理，而且这种肌理是自然的，一点不著作又不是用传统的那种笔墨去处理的然后他就去那个时候还是学生时代，很穷，他要去定铸这种纸。人家说你都必须定多少刀，他自己都出不了那个钱，还找朋友一块打会，就你抽一点钱，我抽一点钱，才把这个纸给定下来这就是国松纸。你看他作画的情况，他的巨幅长卷《喜马拉雅世纪》这个就比较近的了，2021年。他的字墨法这些一般画家都是属于绝招不愿意受人的他到处讲，到处演示这是2018年首届水墨人才高峰班，那次活动我都参加了的那是在上海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董其昌的老家在那个地方，在上海的松江。所以刘国松，你看他是2018年都已经快90的人了。我当时还说刘老师，你还得悠着点，你的身体还很重要哦。但是他仍然那个亲自来讲授，亲自来演示
80年代的中国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啊，所以刘国松的展览演讲啊，走遍了全中国啊，造成一种风靡全国的刘国松旋风。那个时候到什么程度呢？中国画坛不管是基层的或者是上层的领导，无论是年轻艺术家或者是资深艺术家，你比如像李可染这些，无论懂与不懂，甚至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大家都觉得刘国松的那一套很有意思，至少是愿意理解刘国松和他的艺术。那个时候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家们纷纷称赞和支持刘国松。你看，刘海粟给刘国松作诗，李可染给刘国松题字，吴冠中以刘国松为同志，周韶华给刘国松写书。著名的或不著名的，你想得到或想不到的中国评论界的评论家们纷纷给刘国松写评论，有的著名评论家还接二连三的写，好多写了2、3篇、3、4篇，盛赞这位革命的艺术家。当然，全国各地的媒体，不论是重要或不重要，不论是报纸还是杂志，纷纷在报道这位用奇特的办法做中国画的传奇般的画家。郎绍军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他专门研究中国画的，他给刘国松写的文章就有好多篇。他说，4、5年的巡展，以及伴随着展览的刘国松演讲和有关学术活动，像一股旋风，吹过东西南北。所以刘国松旋风的确刮遍了全国各地的画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请注意我下边这段评价：新中国建国以来，在中国的画坛，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位艺术家享受过如刘国松一般的殊荣，也想不出还有哪位画家可以凭一人之力而影响一国画坛到这种程度。刘国松的影响像旋风一样的刮遍了整个中国画界。那么这种风魔一般的影响就形成了大陆现代水墨运动。他在台湾是领导者，他在大陆的现代水墨运动中又是领导者。这里边有一个说法叫做肌理冲击波，就是说刘国松的那些技法，他试验的100多种技法通称肌理。那么他这个肌理在中国画里边也不是完全没有，但这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中国画界一般只认笔墨，所以当他肌理冲击波来的时候，冲击的那个整个中国画界显得非常的突兀加上周少华所著的《刘国松的艺术构成》一书，详尽而具体的介绍了刘国松各种技法的具体操作方式，引发了一批急于变革的青年艺术家们的狂热。他们突然发现，因循了几千年的毛笔中国画还可以不用毛笔画，革命的激情创造的激情被煽动了起来，传统笔墨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在他们心中动摇了。刘国松的艺术被介绍以后，刘国松的技法在大陆画坛遍地开花，一时间拓印、揉纸、水拓、油拓、表贴、漆拓，以及各种添加剂、蜡染、杂染、喷洒等制造肌理的办法，加上使用玻璃、布和其他非渗透性的纸及种种化学制剂，形成各种复杂的天然肌理，一时间风靡画坛。整个中国画坛总是能找到这样那样的无笔，就是没有用笔画的那种肌理性的作品。至于一些把笔墨与非笔墨肌理揉在一起的作品，更比比皆是。
当时一批颇具影响的中青年的画家，如古文达、曾密、石虎、常进、裘德树、周韶华等，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利用肌理丰富画面的效果。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后，无论是水墨画或者是工笔画领域，都在大量的使用这些丰富的肌理效果，形成中国画界的一股流行风气。这种变化当然与刘国松引发的肌理冲击波有直接的关联。与刘国松的艺术有着直接而明白无误继承关系的是大陆中国画坛一个叫实验水墨或者现代水墨的一个水墨运动，一个思潮。刘国松80年代初期在全国各地的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试验。在他看来，无论是艺术活动或者是科学活动，其特征都在于试验。没有试验就不可能有发明和创造，而没有这种发明和创造，也就没有艺术科学的发展。刘国松特别强调艺术中的创造，他认为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存在的价值，而创造的基础呢，在试验。于他自己来说，他所有新的技法、新的肌理、新的开拓、新的创造，都是他几十年不断探索实验的结果。刘国松甚至认为，中国画的教学也应该有试验。他在全国各地的美术院校讲学，所有的这些讲学都伴随着他的水墨试验的演示，这个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甚至在美术界也是很难得的一种现象。一个艺术家把他几十年不断的探索清清楚楚的展示给后学，所以他的这种观念和手法开始深刻的影响大陆国画界。20世纪80年代末，在刘国松的现代水墨倾向直接影响下，大陆的一批水墨画家打出了现代水墨的旗号。他们大量采用刘国松关于中国画的现代化新观念和新技法，运用中国的水墨和材料开展水墨实验的运动。他们组织了起来，办展览、搞活动、出画册，一批理论家也开始介入，逐渐的造成了声势，形成了一种影响至今的大陆水墨画运动。请注意，它这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到今天已经持续了快30年了。一如这个运动的核心成员刘子健所说，刘国松有一套完整的中国画创新理论，有成功的实践记录。在台湾，他本来就是现代水墨运动中的领袖人物。20世纪80年代，大陆现代水墨运动又一次选择了他，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他成了这场新的中国画创新运动中的当然领导者，他的影响已不容置疑。2001年，在广东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名为“中国水墨实验20年”，那么到今天应该是40年。我刚才说30年。虽然中国美术界的现代水墨运动是在刘国松倡导水墨实验之后80年代后期才开始兴起，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80年代后期到今天，那确实也就30多年。但主办者仍然愿意从刘国松80年代初期进入大陆，带来他那在无数次的试验中产生且让人耳目一新的现代水墨作品的时候算起，并且直接以刘国松倡导的水墨实验给这个展览和这个水墨运动命名。刘国松带来他早于大陆水墨实验20年，即1960到1980年时期的3幅代表作品参展。这个展览无疑是这些年轻后辈们向这位令人尊敬的先行者和水墨现代运动的领袖的致敬。这是
水墨运动20年啊，他的那个一个广告，这个展览是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这就是这个水墨运动的一个核心人物刘子健是深圳大学的一个教授他的作品这个作品来讲，当然很明显的与刘国松的有继承也有发展刘国松对中国画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全方位的，不仅是水墨实验这个运动，而且就在中国画这个领域里边表现的也非常充分。这种影响以5年1届的全国美展来分析的话，我曾经一篇文章里面谈到过。总的来说，当代中国画或工笔重彩，或水墨写意，或制作肌理，或符号排列，不管是哪种类型，这些非传统笔墨类的表现方法，都会因强化色彩、肌理构成的表现力，而或多或少的学着线的运用。线实际上就是笔，这种强化制作肌理、弱化线的非传统笔墨类的中国画，在1984年第6届全国美展时，大约占全部中国画的1/3。到1989年第7届全国美展、1994年第8届全国美展和2004年第10届全国美展的时候，占比均达到50%以上。当代中国画面貌的这种重大改变，当然因素也很多，但刘国松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当然，刘国松在大陆交流的另外一个层面，可能就是他把大陆的画家推荐给台湾的画坛，又把台湾画坛的著名画家又介绍给大陆，使得那个台湾海峡两边的美术界的互动颇为频繁在这个过程中呢，刘国松是亲自撰文向台湾画坛一一推荐了吴冠中、周韶华、于志学、石虎、古文达、李小山等多位大陆的重要艺术家，又介绍台湾著名画家如夏阳、冯中瑞、姚进章、孙英给大陆画界。刘国松组织了两岸3地在台湾省立美术馆的展览，又组织了台湾美术发展1950至2000年大型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这些都是载入画史的一些重要的活动。刘国松老师在其中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重要的作用。当然，对刘国松本人来说，96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美丽景观，也极大的扩充了刘国松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他的绘画意境。0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报告厅演讲时所说的那样，为了体验生活，近10年来，我跑过中国内地许多名山大川，也创作了不少满意的作品。为了想瞻仰世界第1高峰而深入西藏腹地。2000年夏季，九寨沟的原始美景让他感动。而实际上，九寨沟的美景已经让刘国松创造了数百幅九寨沟系列，目前还在发展中。因为他说那个话的时候，上百幅的时候是2006年，到今天他有数百幅九寨沟系列了我们看看1981年参加了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以后登长城这是登泰山。刘国松本身是山东人登黄山这是他的老家青州，实际上是他的那个父亲出生地他的籍贯所在地这是拉萨那又是那个第1次扒黄山的情况
这一次呢，收获也大，损失也大。他从拉萨飞回成都的时候，左耳突然失聪。现在我们给刘老师说话的时候，你都要靠近他右边至今都没恢复，可能也就永远无法恢复了但是他也看到了珠穆朗玛峰，让他自己的人生又上升到一个境界，所以他又创造了一大批以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为那个题材的作品这些都是他的画的那些雪山。珠峰、喜马拉雅山是他重要的那个题材系列之一。你看他各种各样的技法，用来表现冰川、雪山雪峰都有特殊的作用。很多东西你是用笔画是很难画出来的这都是他的那个喜马拉雅山系列中的一幅。这都是他的国松子，这画中的那些白道道就是他的那个湿纸巾湿出来的，那也是没法画的。玉龙雪山将近5000公尺，这就九寨沟。九寨沟深深的打动了刘国松老师，所以2000年以后，他不断的造访九寨沟，不断的试验，用各种各样的纸和各种各样的技法去表现九寨沟的美。据我所知，用油画的办法，用国画的办法画九寨沟是极其困难的。你即使到九寨沟去写生，一般画家面对那种美到极致的风景是没法下笔的。我有好多那个画家朋友去了以后都不敢直接对九寨沟的这种水去表现。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刘国松老师。刘国松用他特殊的技法，居然画了几百张九寨沟的风光。你看这种东西怎么画？它表现那个水波，这也是没法画的。而且他用的这些纸，都是一画家想都想不到的一些纸。你看他用描图纸，他用硫酸纸，这些一般画家根本不敢想的一种光溜溜的一种纸，又不吸水，但是用来表现刘国松独创的一种肌理，他反而有绘画画不出来的一种效果。你看这个表现九寨沟的那些什么五彩池这些是非常独到的作用的他用他的特殊的肌理来处理他的张家界。所以大陆的美景呢，给了刘国松老师那个很多的那个启发创造了他很多的艺术的灵感。他创造了很多用水墨画的这种变革的技法2007年那一次是刘国松人生里边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一次展览，就是在北京故宫的展览。因为大家都知道刘国松是以反传统的方式出现的，但是实际上在我的研究里边，我发现刘国松是以似乎反传统的方式，是深入传统的内核和内蕴，所以他看上去反传统的这些创作，实际上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
所以，在整个中国最传统的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故宫。在北京故宫展出了刘国松的一系列的发展了传统的作品。2007年那一年，刘国松75岁。我刚才说到的，我写的刘国松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实际上就是为了刘国松75岁在北京故宫的展览配合的一本相当于评传体的著作。刘国松的宇宙心印刘国松绘画一家子在北京故宫展出他已经画了60年了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刘国松4幅作品后门、夜静雪山空、四季彻夜、天子山圣下被故宫所收藏。也就是说，被最传统的一个单位收藏了刘国松似乎反传统的作品，表明了中国官方对刘国松发展传统的一个承认。一度被认为是反传统的刘国松的展览，在中国传统文化最顶级象征的故宫博物院展出，并收藏其作品。这无疑是对刘国松大半个世纪在传统美术领域的继承、突破与创造的充分的肯定。刘国松的艺术连同其创作观念，显然已经成为生生不息、不断更新发展的中国美术传统一个现代构成部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也是文化部副部长，在开幕式上从观念更新到艺术创新为题的演讲。在那个演讲里边，他说，刘国松先生成功的艺术实践来自于他独到的艺术见解，其艺术理论的核心是树立反叛精神。刘国松先生所开辟新的绘画观念和空间、内容和表现手段及绘画材料，对一切从事创新型事业的人们都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他还说请注意这段话，刘国松先生属于中国艺术，他的艺术属于世界。这就是那个现场，那里边都是一重要人物这是那个杨振宁大科学家杨振宁，这是刘国松形成他人生转折的李柱敬教授，这是范真刘国松武英殿是中国故宫专门展览绘画作品的一个展览馆刘国松75岁他的艺术已经获得像故宫这种官方机构的承认，刘国松心中充满了愉悦。这是那个展览现场这是我们一起在宾馆的时候聊天这是李柱敬教授李柱敬应该是刘国松的恩师这边是研讨会的情况在这里边做作的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人物这是那个展览的那种现场这是研讨会以后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的后的一个合影这是80岁寿辰的时候，刘国松创作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请注意，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支持，中华文化研议会中国美术馆主办的那次展览我也参加了刘国松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他不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实践作品。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今天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范迪安
对刘国松的艺术做了这样的评价啊，大家请注意他的这些评价，这都是一些顶级的一种评价。刘国松先生在中国画领域的不懈探索和独特创造，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制成一个学理逻辑十分严密、艺术风格华彩熠熠的充足世界，一向为人仰重。刘国松以不破不立的胆略，革毛笔的命，革中锋的命，从笔法、墨法、纸质这3种水墨媒介与技法上的试验入手，它使中国水墨画的视觉形式获得了脱胎换骨的现代演变，将水墨画的传统样式转换为现代样式，从而奠定了在水墨形式语言上开山离派的地位，为水墨画形式语言的现代化做出了成功的实践。刘国松完成了文化理想他这个评价是比较别致而且非常精彩的。文化理想视觉化、视觉形式现代化和现代精神水墨画3个重要特征。刘国松多年的艺术实践已经成为水墨画现代发展的里程碑。这个呢，就是一种顶级性的评价了因为范迪安作为当时中国美术馆的馆长，那么又作为今天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他当时的那种评价，在我们今天来看也是非常中肯，而且相当有价值的一种评价。水墨画现代发展的里程碑这就是当时展览的时候刘国松创作大展80回眸情况。我记得当天晚上在北京的一个大宾馆里边举行的那个为他祝寿的那个活动非常让人感慨范迪安当时还给他送了祝寿的礼物而且那个有代表文化部的意义所以刘国松先生来讲这是80回眸，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90了这个已经是属于那个由文化部来举办他80岁的寿辰，那已经是属于那个顶级的一个礼仪了。那么2011年12月19日，在国家博物馆礼堂举行了首届中华艺文奖颁奖典礼，这个又是一个顶级的一个鼓励了奖励了。刘国松与其他中国文学艺术界最卓越的11位文艺家一起获颁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而且是首届。该奖项是目前除中国政府设立的文艺奖项之外，由国家级学术机构主办的最高艺术奖，以奖励这些艺道精湛、学养深厚的老一辈艺术家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的卓越的历史性贡献。这个又是一个顶级的国家级奖项。我们看看这个受奖的人呢，这是刘延东，这是当时中国政府乃至中国共产党主管文艺的最高官员，刘延东这是刘国松上边这个像的过来左边又数过来第3个刘国松这是首届中华艺文奖这个右边第1个是刘国松老师中华艺文奖
首届啊，那个上边最上边哈，那个上面那张照片的第3的一个也是刘国松，也是刘国松，一共才11个人，这11个人还不只是画家哟，这里边画家只有3个人、4个人，里边还有文学家，还有别的一些领域的一些最著名的人士，所以刘国松老师在中国大陆已经获得了他的至高无上的奖项了，这是中华译文奖，而且是首届。作为山东人的刘国松，他做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啊，他捐了100幅大型作品，啊，给刘国松现代水墨艺术馆啊，这是在山东美术馆啊，应该是山东省博物馆里边的啊，而且那个博物馆呢，为刘国松现代水墨艺术馆做了专馆设置啊，这是刘国松对故乡的一片深情，亦可被看成是故乡对自己儿女的骄傲与呵护。我们看看，对，那是山东省博物馆，所以它有山东省文物局来是属于参与的主办单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所以刘国松的一些展览包括他祝寿的展览和他获奖的级别，都是国家最高级别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画家里边是极为罕见的。这个人因为我也去参观过的我也去参观过刘国松现代水墨这是刘国松的几个学生在这儿获影这是当时开馆时候的那种盛况刘国松老师再给一些贵宾介绍他的作品这是他的那个祝寿寿宴你看好大的规模好宏大的气象当时我也在场，这些都是我拍的照片对刘老师来讲用他自己的艺术回馈自己的故乡当时心中的感受如何可以想象了。如果说刚才介绍的一切都是刘国松老师在中国大陆受到的荣誉，他参加的展览，他的成就，他的贡献许多的奖项都是属于顶级的最高级别的。那么2016年4月，刘国松又入选美国艺术科学院第236届院士，这个应该说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在整个美国艺术科学院获得院士称号的中国人或者是华裔是不多的，其中有胡适、钱学森、李政道、吴健雄，这些都是在国际世界领域里边顶级的科学家和文化人，所以这些杰出人文学者与科学家在内的世界级文化名人名单中，又添加了作为中国艺术家的刘国松，这是国际艺术界和国际文化界对刘国松国际贡献的高度认可。我们看看这是他在国际上的一些展览这是师生3代朱德群
林风眠是朱德群的老师啊，朱德群又是刘国松的老师，他们在香港的合影。这是刘国松参加中华5000年文明艺术展啊，那次展览是美国所举办的介绍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展览，刘国松老师也参加其中。啊，这个展览呢，后来又在西班牙古根汉美术馆展览啊，最初是在纽约的古根汉美术馆展览。2015年，刘国松又与斯坦福大学的麦克森教授共同演讲《科学与艺术的共鸣：从人间山水到太空幻境》。刘国松以他那种敏锐的视角和感悟，对当时人类征服太空极感兴趣。他画了一组太空画，这可能就是他有资格进行科学与艺术共鸣的演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由于刘国松在那个20世纪的科学与艺术的这个公民里边的那种杰出的贡献，所以在2016年10月8日刘国松又获得我刚才说到的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的那种院士的称号。这个在中国艺术家里边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讲到这儿，我们可以说，刘国松老师在中国大陆，他获得了一系列的天花板级的这种荣誉然后又在国际上获得了这种与科学家在一起的这种非常难得的奖项，这都是一些至高无上的奖项。刘国松艺术的成就真的太了不起了。对于中国美术界来说，20世纪是一个美术革命和美术创新的世纪。在这个革命和创新的艺术思潮中，刘国松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么，刘国松在国内国际获得的这些至高的荣誉，的确是实至名归。值此刘国松先生90华诞之年，仅以此讲座的方式向刘国松先生致敬。好，我的讲座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